一夜无话。第二天中午12点，随着床头柜上的电话铃声响起，苏晨慢慢的睁开了眼。喂，哪位？你好，是苏晨先生吗？我是住房区的前台，你的房间到时间了，请问要续住吗？如果需要，我会从你的卡里扣掉250积分。续住吧。好的。挂断电话后，看着身边还在熟睡的龙诺，苏晨也是轻轻摸了摸他的头，肝好疼，起身都费劲，明明看上去那么娇弱，却真是要人命。苏晨回想起昨晚的经历，虽然很 nice， 但是又有些后怕。从一开始的懵懂，再到主动配合，一共4小时，被马加了2个半小时多。明明我的天职才是神龙骑士，太他妈恐怖了。还好同意我使用神龙骑士天职，要不然怕不是要直接打了。或许是被吵醒了，又或许是已经睡够了。龙诺尔此时也缓缓睁开了眼。早上好，苏晨，你怎么了？一直在揉着肚子。洛洛，你昨天也太烈了，我的肚子到现在还在疼。对不起吗？我只不过是想尽可能的配合你吗？帮我揉揉我就原谅你了。知道了啦。苏晨今天去挑战下神使呗，头目级的先试试。好的。二人很快来到了挑战神使的地方，刚进入，而那人正是剑仙。只见那只比人还要大的狼形神使死死地盯着李剑锋，而李剑锋也是做好随时反击的动作。过了大约10秒钟，随着一声狼嚎后，神使张牙舞爪地冲向李剑锋，而他也只是横起长剑，直接卡住了狼的嘴。一人一兽就这样僵持着，但很快，随着李剑锋念出咒语，一团火焰从剑身上冒出，顺着神使的嘴直接烧遍了他的全身。而李剑锋也趁此机会用力挥剑，直接将神使的头颅斩掉一半。随着一声巨响，那只狼形神使便倒在了地上，同时也传来周围的守夜人前辈的鼓掌声。漂亮，此子有大帝之资啊！李剑锋也是非常谦虚地接受了前辈们的夸赞。当他离开场地，看到门口的苏晨后，也是上前打起了招呼。苏晨，你也来挑战神使吗？是啊，话说你刚刚那招很帅啊。哎，其实我还想挑战领主级的神使，不过为了稳，还是挑战头目级好点。反正每天500积分也够我花了。稳点才好，万一因此受伤，2天后的集训，我们昆河市的守夜人可就少1员大将了。哈哈，说的也是。寒暄几句后，苏晨也来到了挑战报名处。前辈您好，我是新来的个人练习生苏晨，我想挑战头目级神使。你的境界是？我是武士境后期，但我有把握战胜头目级神使。这么说对你可能不礼貌，但武士境后期挑战精英级神使可能都比较勉强。你真的要挑战头目级的吗？我确定。毕竟上头有规定，你想挑战任何阶级的神使，我们都无权干涉。但你必须要以自己的生命安全作为第一位。我们只要看到你处于劣势，立马就会出手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很快，苏晨便走进了这个竞技场，一只狮子形态的头目级神使也被放出，周围所有的守夜人前辈以及剑仙都屏住了呼吸，只有龙洛尔用充满花痴的眼神看着苏晨举着长枪架起格挡的姿势。神使在距离苏晨不到10米时突然向他扑去，眼看着苏晨就将命丧狮口时，苏晨学着之前李剑锋的样子，用长枪直接卡住了狮子的血盆大口。没等神使发起下一轮的进攻，苏晨借助神龙骑士强大的跳跃能力，保持着招架的态势一跃而起，连同这只神使一并被带飞到了10米之高。在空中，苏晨借助神使的身子作为踏板，再次猛地一蹬，一段华丽的2段跳斩现在众人眼前。苏晨则是再次飞跃几10米高，同时用力一蹬，几乎在不到半秒内再次回到了竞技场上，一记如来神枪朝着摔在地上的神使杀去，烟尘顿时充满了整个场地。半分钟后，当烟雾散去之时，苏晨的长枪已经从神使的脑袋直接贯穿到了尾部，神使庞大的身躯应声倒地。除龙洛尔外，所有人一脸懵逼。相当于英雄境中期实力的头目级神使，就这样被一名武士境后期的人给秒杀了。而且这弹跳力是什么鬼？好像没听说过。使用长枪，弹跳力又好的天职，很适合我这唱跳 rap 偏执，很适合我这唱跳 rap 一派啊。他特么不会谎报境界吧？可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，能大概的感觉出他的境界应该不算太高。究竟这是什么鬼？苏晨看着被自己击杀的头目级神使，其实也很意外。本来以为至少要斗上好几10个回合，完全没有想到，居然只用1招就能击败头目级神使。啊，米诺。